发现自己怀孕的那天，战神夫君带着他的白月光回来，甩了我一封休书。本王留你，不过是为了解毒，如今毒解了，带着你的东西滚。他以为我离了他便活不下去，却不知我本是这京城最娇贵的太傅之女。建安13年的那场大雪，落的全是血。我爹太傅沈征被诬陷通敌，沈家满门134口，尽数命丧玄武门。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为了躲避太子的搜捕，狠心吞下了毁容的毒药。右脸长出了一大块骇人的红斑。为了活下去，我化名阿水，以5两银子的身价被人牙子卖进尚书府，随后被他们套上嫁衣，顶替那不愿守活寡的真千金，替嫁进了这落魄的将军府，给传闻中双腿残废、病入膏肓的将军萧寒彻当冲喜新娘。我本以为同是天涯沦落人，只要我安分守己，日子总能凑合过。可我连红盖头都还没掀，就被人狠狠地推倒在地。推我的是一个穿着白水裙，打扮得比我这个新娘子还要娇艳的姑娘，她叫林雪儿，是萧寒彻的表妹，也是这府里真正说1不2的主子。表哥，你看她这村姑脸上的红斑跟癞蛤蟆似的，真恶心。林雪儿居高临下的看着我，嫌恶的捂住口鼻。我忍着手掌擦破的痛楚，缓缓抬起头，不远处的阴影里停着一把轮椅，坐在轮椅上的男人身披玄色大氅，面容冷峻如霜。他没有说话，也没有阻止林雪儿的刁难。我低垂下眼眸，心下了然。传闻林雪儿在半年前的一场大难中舍命救了萧寒彻，在这位残废将军眼里，他的表妹便是他暗淡生命里的唯一的光，而我不过是个花钱买来冲洗的丑陋玩意儿。我刚端起桌上的茶盏，想按规矩敬茶，林雪儿却突然尖叫一声：哎，好痛！表哥，阿水姐姐是不是不喜欢我？我只是想替表哥喝了这杯茶，她为何要推我？我根本连她的衣角都没碰到。我愣住了，我没有推她。然而萧寒彻的眼神瞬间看向我，他猛地拂袖，哐当一声，将桌上的白瓷酒壶狠狠砸碎在我的脚边，碎瓷片划破了我的裙摆。他虽口不能言，但那满含杀意的眼神已经宣判了我的死刑。管家立刻心领神会，毒妇！刚进门就敢伤害表小姐，来人，把她拖到院子里跪着，没有将军的命令，不许起来。那晚的雨下得真大，寒风刺骨，我被按在冰冷的青石板上，几个粗使婆子站在廊檐下，一边嗑着瓜子，一边肆无忌惮地嘲笑我：一个丑八怪村姑，还真把自己当将军夫人了，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连给我们表小姐提鞋都不配。我微微低着头，任由雨水冲刷着脸庞，借着宽大喜服的掩护，悄悄摸出藏在袖口暗袋里的银针，刺入自己手腕的几处大穴。这毒斑是我自己弄的，我的医术成自外祖父，天下无双，人称鬼医。这点毒，只要我每日施针排毒，不出半月便能恢复我原本的绝世容貌。我要隐忍，我要活下去，我要查清史家灭门背后的真相。就在我刚逼出指尖的一点毒血时，变故陡生，几道黑影悄无声息地翻过高墙，寒光在雨夜中闪烁，直奔亮着烛火的主屋而去。是刺客，杀人了，救命啊！屋里传来林雪儿的尖叫，紧接着我看到那个平日里娇弱无比，口口声声说愿意为表哥去死的恩人，连滚带爬的从屋里冲了出来。他甚至连看都没看轮椅上的萧寒彻一眼，推开挡路的丫鬟，连鞋都跑掉了一只，独自逃命去了。我咬了咬牙，悄悄拔出银针，猫着腰摸到窗边，屋里3个黑衣刺客已经举刀砍向轮椅上的萧寒彻，他双腿不能动，只能狼狈地侧身躲闪，眼看其中一把大刀就要劈中他的面门。我深吸一口气，指尖夹住3枚淬了强效麻药的银针，借着窗外猛烈的一声雷鸣掩护，手腕猛地一抖，银针刺入那3名刺客脖梗后的死穴。刺客的动作猛地一僵，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闷哼，便直挺挺地倒在了萧寒彻的轮椅前。萧寒彻转过头，凌厉的目光扫向窗外，我连忙缩回脑袋，顺势往泥水里一倒，紧闭双眼，装作被雷声和刺客吓晕过去的。不一会儿，我听到木质轮椅碾过地面的吱吱声，停在了门槛处。他在看我，我趴在冰冷的雨水里，心跳如鼓，面上却是不省人事的死寂。昨夜那3具刺客的尸体，连同地上的血水，在天亮前就被将军府的暗卫悄无声息地清理干净了，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我依旧是那个唯唯诺诺、脸上长着丑陋红斑的冲洗村瓜水，只是这府里的气氛却在一大早降到了冰点。表哥，你怎么了？主屋里突然传来林雪儿变了调的尖叫，我正在院子里劈柴，闻声扔下斧头就往屋里跑。一进门就看见萧寒彻倒在轮椅上，双目紧闭，嘴唇乌紫，下颌处还残留着触目惊心的黑血。他原本就苍白的脸色此刻透着一股死气，脖梗上的青筋根根暴起，显然是承受着极大的痛苦。林雪儿慌乱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白瓷瓶，倒出一粒赤红色的药丸，抖着手就要往萧寒彻嘴里塞。我只闻了一口那药丸散发出的浓烈麝香与附子味，便头皮发麻。萧寒彻中的是极寒的千机毒，这护心丹药性大热大燥，平时吃或许能压制，可如今他毒气攻心，经脉脆弱不堪，只要一旦咽下去，2股极端的力量在体内冲撞，他必会七窍流血，爆体而亡。住手！我一个箭步冲上前，想都没想，一巴掌狠狠扇在林雪儿的手背上，啪的一声脆响，那颗名贵的护心丹咕噜噜滚到了床底。
你个贱婢妇！林雪儿捂着红肿的手背，反手就要扇我耳光。知不知道那药有多贵？你想害死表哥吗？想害死他的是你！闭嘴，滚一边去！再耽搁一息，大罗神仙的也救不了他。我顾不上许多，迅速从袖中摸出那根救命的银针，指尖捻动，找准他胸口的膻中穴，毫不犹豫地刺入3分，随后指腹贴着他的几处大穴，以内力快速推拿。不过10几个呼吸的功夫，萧寒彻猛地浑身一震，他俯下身，呕出一大口腥臭发黑的毒血。随着这口毒血吐出，他嘴唇的污渍肉眼可见的褪去，胸膛的起伏也渐渐平稳下来。他缓缓睁开眼，死死地盯着我，我心头一跳，连忙敛去眼底的锋芒。俺爹以前是村里的赤脚大夫，俺跟着学过一点土偏方。刚才看将军脸色不对，俺就瞎猫碰上死耗子，扎了一针。萧寒彻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只是微微偏过头，不再看一旁吓傻了的林雪儿，这让林雪儿极度的几乎发狂。她本想借着救治表哥揽功，却被我这个丑村姑抢了风头，还挨了一巴掌，这口气她怎么咽得下？果然，到了晌午，林雪儿身边的丫鬟破天荒地端了一碗燕窝粥来到我的柴房。阿水姑娘，表小姐说早上是她误会你了，这碗燕窝是赏你的，喝了吧。丫鬟皮笑肉不笑地说完，放下碗就走了。我盯着那碗飘着几粒红枣的燕窝，冷笑一声，真当我是村姑？我可是诡异的传人。这碗粥里虽然加了重糖掩盖，但我一闻就知道里面掺了足量的巴豆粉和一点让人浑身发痒的桃花选。想让我当众出丑？好啊，我成全你。我端起那碗粥，悄无声息地摸到了主屋的后厨。林雪儿每日午后都要喝一盅红枣银耳汤养颜，那汤中正温在炉子上，我毫不客气地将燕窝里的加料全倒了进去，顺手搅匀。半个时辰后，萧寒彻正在书房看兵书，林雪儿端着那盅银耳汤，扭着水蛇腰去献殷勤，我则提着水桶在门外扫地，竖起耳朵听着里面的动静。表哥，你看书累了吧？雪儿特意为你熬了。一声极其响亮的声音突然在安静的书房里响起，紧接着就是难以言喻的恶臭。哎呦！林雪儿脸色瞬间惨白，捂着肚子，双腿夹紧，五官扭曲在了一起。萧寒彻握着兵书的手僵在了半空，眉头死死地皱起，眼神中透出毫不掩饰的嫌恶。林雪儿根本控制不住，她甚至来不及解释，捂着肚子发出一声崩溃的尖叫，连滚带爬地冲出书房，沿途还留下了一串可疑的黄水。来人！萧寒彻终于忍无可忍，摔了手中的兵书，打着手语吩咐管家：表小姐殿前失仪，禁足半月，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她踏出房门半步。我在门外低着头，死死咬着嘴唇，才没让自己笑出声来。林雪儿被禁足后，近身伺候萧寒彻熬药的差事顺理成章地落在了我的头上。夜里，药炉里的火光明明灭灭，我将熬好的汤药端到他面前，刚想退下，他却突然伸出手，一把扣住了我的手腕。他的手很凉，力气却大得出奇。将军，我一惊，抬眼对上他深邃的目光，他没有松手，粗糙的指腹在我的掌心和虎口处缓缓摩挲，那里没有常年握锄头留下的粗茧，反倒是因为常年捏银针带着一层薄薄的细茧，你这双手不像是干农活的。他突然拿过桌上的毛笔，在纸上飞快地写下这行字。我们靠得很近，近到我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苦药味和冷冽的松柏香。不知为何，看着他近在咫尺的俊朗面容，我的心跳竟漏了一拍。俺以前在村里是绣花的。我强装镇定，用力抽回手，端起空碗落荒而逃。深夜，柴房里静悄悄的，我打了一盆清水，将外祖父留下的独门秘药化在水中，开始清洗右脸。随着药水一遍遍擦拭，那块骇人的红斑渐渐褪去了一半，露出了白皙细腻的肌肤。铜镜中半张倾国倾城的脸庞若隐若现，我深吸了一口气，正准备清洗另一半时，窗外突然闪过一道黑影。我猛地回头，一把抓起桌上的银针，窗外的月光被一道高大的身影挡住。萧寒彻不知何时推着轮椅来到了我的窗外，隔着薄薄的窗户纸，他正死死地盯着我的侧影。我立刻抓起一块黑灰抹在刚洗净的半边脸上，吹灭了蜡烛。几乎是同一时间，门外传来一阵凌乱的脚步声，似乎是巡夜的婆子在窗外探头探脑地张望了一番，确认屋里黑灯瞎火没有异常后，才骂骂咧咧地走远了。我在黑暗中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指尖抚过脸上粗糙的伪装，暗自攥紧了拳头。在没有彻底站稳脚跟，积蓄足够的底牌之前，我这副真实的容貌绝不能暴露，否则只会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接下来的几日，我为了避风头，索性称病闭门不出，尽量在府里降低自己的存在感。而另一边的偏院里，林雪儿被禁足没几天，便赶上了将军府每月一次去普济寺进香的日子。她不知用了什么法子，竟让管家破例放她出来，死活要跟着萧寒彻的车马同行。一路上，她坐在宽敞的马车里，挑衅地看着只能跟在车外不行的我，眼神里满是怨毒。我低着头，全当没看见。车队行至京郊的落雁谷时，天色骤然阴沉下来，四周的山林静得连一声鸟叫都没有。常年在刀尖上舔血的直觉告诉我，
有杀气，保护将军！不知是谁惊呼了一声，紧接着漫天的淬毒雨箭如雨点般从两侧的山崖射下，拉车的马匹中箭，嘶鸣着倒地，整个车厢剧烈倾覆。林雪儿发出惨叫，连滚带爬的从车厢里跌了出来。我眼疾手快，一把掀开破碎的车帘，将坐在轮椅上的萧寒彻稳稳地拽了出来。四周瞬间涌出几十个黑衣死士，将我们团团包围。他们手中的刀刃在阴暗的谷底闪着森冷的寒光，每个人的虎口都有厚厚的老茧，这是太子府豢养的顶级死士。杀！一个不留！为首的黑衣人冷喝一声，提刀便朝萧寒彻砍来。护卫们拼死抵抗，但终究寡不敌众，接连倒下。眼看那滴血的大刀就要劈到眼前，躲在轮椅后面的林雪儿突然发出一声尖叫：“你替表哥挡一挡吧！”他竟为了自己活命，猛地伸手，狠狠将我推向了那柄大刀。我猝不及防，身体失去平衡向前扑去，那冰冷的刀锋瞬间划破了我的肩背，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我的粗布衣衫。可即便痛得眼前发黑，我还是死死咬住牙，反手拔出头上的木簪，狠狠扎进那刺客的眼睛里，随后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死死挡在萧寒彻的轮椅前。哟，堂堂玄甲战神，如今竟成了一个连话都说不出的残废，还要靠一个丑陋的村姑来护着。萧寒彻，你也有今天，给我把你剁成肉泥！几把大刀同时举起，带着凌厉的杀气，齐齐向我们劈来。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然而预想中的剧痛并没有传来，耳边突然响起一声震耳欲聋的爆裂声。那张由百年玄铁木打造的轮椅，竟在一瞬间四分五裂，化作无数尖锐的木刺向四周射去，惨叫声此起彼伏。前排的刺客被木刺瞬间贯穿了咽喉，直挺挺地倒了下去。我震惊地睁开眼，只觉得腰间一紧，一只强有力的手臂已经将我稳稳揽入了一个宽阔温暖的胸膛。萧寒彻站起来了，他身姿挺拔如松，哪里还有半点残废的模样。他单手揽着我，另一只手随手夺过一把长刀，那双原本死寂的眼眸，此刻犹如修罗降世，翻涌着滔天的杀意。本王的人你也敢动？不仅没残，他还会说话。不仅是我，连那些刺客和躲在泥水里的林雪儿都彻底傻眼了。你没废！刺客首领惊恐地瞪大了眼睛，转身就想逃。完了！萧寒彻冷笑一声，身形如鬼魅般掠出，刀光闪烁。不过眨眼之间，剩下的几十个死士连求饶的声音都没发出来，便齐刷刷地倒在了血泊之中。一剑封喉，谷底再次陷入死寂，只有浓烈的血腥味在空气中弥漫。长刀被随手扔在地上，萧寒彻转过身，大步向我走来。他看着我肩背上深可见骨的伤口，看着我毫无血色的脸，那双杀伐果断的眸子里第一次出现了慌乱。本王不许你死！他一把将我打横抱起，嗓音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我靠在他怀里，听着他强有力的心跳，终于撑不住，彻底晕了过去。再次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附近的一座破庙里，肩背上的伤口已经敷了上好的金疮药，被妥帖的包扎了起来，旁边生着一堆篝火，驱散了深秋的寒意。我刚想动一下，却感觉脸上一阵清凉。萧寒彻正拿着一块浸湿的帕子坐在我身边，他的眼神极为专注，甚至带着一丝不可名状的战栗。我心里猛地咯噔一下，下意识地去摸自己的右脸，没有了，那块我用来伪装的毒斑，因为之前淋了雨，又被他用帕子仔细擦拭，已经彻底褪去了。他一把按住我的手腕，别动，声音低哑，借着跳跃的火光，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盯着我这张洗尽铅华、倾国倾城的脸，眼眶竟一点点红了。随后，他的目光缓缓下移，落在了我因为包扎伤口而微微敞开的领口处，那里有一块月牙形状的红色胎记。半年前，玄武门外的死人堆里，是你。他不是在问我，而是用一种无比笃定的语气，一字一顿地说出了这句话。我浑身一震，对上他那双深邃不见底的眼眸，知道一切都瞒不住了。我深吸一口气，不再用那粗鄙的乡下口音。是我把你从死人堆里背出来。萧寒彻闭上眼睛，喉结剧烈地滚动了一下，在睁眼时，他的眼底翻涌着自责、狂喜与滔天的愤怒。好一个林雪儿，好一个救命恩人！他咬牙切齿地说。就在这时，破庙的门被推开，林雪儿被萧寒彻的暗卫拖了进来，狠狠扔在地上。表哥，我错了，我当时太害怕了，才推了阿水姐姐。林雪儿哭嚎着抬起头，却在看清我容貌的那一瞬间，声音戛然而止。她瞪大了眼睛，指着我：“你的脸！”林雪儿冒充本王的救命恩人，在府里作威作福，今日更是推他挡刀。萧寒彻缓缓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你真当本王手里的剑不杀女人吗？表哥，你听我解释。林雪儿吓得尿了裤子，伏在地上疯狂磕头。我是你表妹啊，我姑母临终前让你照顾我的。萧寒彻眼底闪过一丝厌恶，冷冷地转过身，把他押回地牢，严加看管。没有本王的命令，谁也不准给他松一口吃食。暗卫捂住林雪儿的嘴，
将他拖了下去。破庙里再次安静下来，萧寒彻重新坐回我身边，他看着我，脱下身上宽大的玄色大氅，将我严严实实的裹住。沈家嫡女沈微雨，他轻轻抚开我额前的碎发，语气是前所未有的温柔与郑重。你这半年来受苦了，从今往后，本王护你，这天下谁也动不了你分毫。我看着他深邃的眼眸，心底那块坚冰似乎在一寸寸的融化。只是那时的我并不知道，男人的承诺在皇权与阴谋面前，竟是那般的不堪一击。落雁古玉席后，萧寒彻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他不再让我住那间漏风的柴房，而是将我搬进了他的主院。他会笨拙地用他那双常年握剑的手替我洗去脸上的一绒黑灰，会在深夜里将头埋在我的颈窝，一遍遍哑着嗓子叫我阿水。他说扳倒太子，替沈家洗冤，就8抬大轿娶你做正妻。我信了。在这吃人的京城里，我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树，甚至在偷偷给自己把出的喜脉时，我躲在帐子里高兴地红了眼眶。我有了萧寒彻的骨肉，我正满心欢喜地嗅着小老虎的肚兜，准备等他今晚回府就告诉他这个天大的喜讯。可我没等来他的拥抱，却等来了一纸冷冰冰的休书。那天傍晚，萧寒彻一身寒气地踹开房门，跟在他身后的是已经被解除禁足、穿着一身正红嫁衣的林雪。收拾你的东西，滚出将军府。萧寒彻像看垃圾一样看着我，将那张薄薄的休书甩在我的脸上，纸张边缘划破了我的脸颊，渗出一丝血迹。我手里的绣花针扎进指肚，愣愣地看着他。寒彻，你在说什么？你说过要娶我的，我还会……闭嘴！闭嘴！他猛地打断我，眼神里满是毫不掩饰的厌恶。你不过是个罪臣之女，一个乡野村姑，本王留你在身边，不过是为了利用你的医术解毒。如今本王毒已解，你有什么资格霸占将军夫人的位置？他一把拦过林雪儿的肩膀，本王便要迎娶她为正妻。至于你，拿着休书，滚得越远越好。我如遭雷击，浑身的血液仿佛在瞬间被抽干。我不信。前天夜里他还抱着我缠绵，怎么可能今天就翻脸无情？当晚，将军府张灯结彩，萧寒彻在大堂迎娶他的新娘，而我却被几个粗壮的婆子拖进了将军府阴暗潮湿的水牢。将军只是休了我，没说要管我。我拼命挣扎，死死护着小腹。表哥没说，但我说了呀。林雪儿穿着大红嫁衣，在丫鬟的搀扶下缓缓走下台阶。她看着被铁链锁在脏水里的我，笑得五官扭曲。沈微雨，你以为表哥真的在乎你？他今晚可是亲口吩咐，要把你这个沈家余孽处理干净。你胡说！我双眼猩红。不会？那你看看，这是什么？林雪儿掏出一个白瓷瓶，强行捏住我的下巴，将猩红的药汁灌进我的嘴里。表哥早就知道你怀了野种。不，他说这碗安胎汤药就是他送你的新婚贺礼。我拼命干呕，可那辛辣的药汁还是滑了下去。不过半盏茶的功夫，小腹便传来一阵剧痛，温热的鲜血顺着大腿蜿蜒流下，染红了水牢的积水。萧寒彻，我死死抠着青砖，指甲翻折断裂。我以为他只是变了心，没曾想他竟要杀我们的孩子。林雪儿嫌恶地捂住鼻子。行了，身子这般虚弱，神仙也救不活了，把他丢去荒郊野地，任其自生自灭。婆子们将我扔进了乱葬岗的暴雨中。他们走后，我强撑着最后一口气，颤抖着摸出银针，封住了心脉和止血大穴。我是诡异传人，那碗药我刚喝下去就拼死用内力护住了一丝胎气。孩子还没死，但我必须假死才能逃脱。我在泥泞中爬行，直到沈家当年幸存的死尸找到我，将我带出了京城。逃出城门的那一刻，我在心底发下毒誓：萧寒彻，林雪儿，今日杀子之仇，我若有命活下来，必将千倍讨回。第二天清晨，萧寒彻一身血污，提着太子暗装的人头冲回了将军府。他拼死杀出一条血路，粉碎了太子的阴谋，迫不及待想接他的阿水。可是迎接他的不是阿水，而是水牢里一滩刺目的黑血和一件被撕碎的、沾满鲜血的粗布衣裳，里面还包着一个尚未绣完的、沾着血迹的小老虎肚兜。管家吓得跪在地上磕头：“王爷，是表小姐，表小姐说，您吩咐要处理掉阿水姑娘，还给她喂了寒凉汤药。”萧寒彻死死盯着那个肚兜，寒凉汤药，孩子喷出一大口鲜血。那一天，杀伐果决的战神王爷在暴雨中疯狂地扇自己耳光，一夜之间，青丝寸寸成血。找，给本王找！倾尽黄泉碧落，就算把这天下翻过来，也要把我的妻儿找回来！逃离京城的这大半年，我没有一天安稳睡过觉。只要一闭上眼，
水牢里那滩刺目的血水和萧寒彻那句冷酷的去母流子，就会化作梦魇将我死死缠住。好在我腹中的胎儿命大，硬生生挺过了那碗落胎药。我靠着外祖父留下的鬼门13针，以鬼医之名行走江湖，一边悬壶济世，一边暗中积蓄力量。半年后，太后突发卒重，太医院束手无策，皇帝悬榜天下，重金求医。我回京复仇的机会来了。接下皇榜入宫那天，我特意换上了一身清冷的白衣，面上附着一层薄薄的白纱，掩去了那张倾国倾城的容颜。太后的寿康宫内死气沉沉，我刚踏入殿内，就听到了一道熟悉且令人作呕的娇媚声音：皇上，臣妇这株百年血参，乃是表哥不是王爷费尽心机寻来的，只要给太后服下，定能起死回生。我抬眼望去，只见林雪儿穿着一身华贵的诰命夫人服饰，正端着一个玉盒在皇帝面前邀功。这半年来，萧寒彻虽未与他圆房，却碍于太子的权势没有休妻，他倒真把自己当成这京城里横着走的王妃了。我冷嗤一声，大步迈入殿中。荒唐！太后乃是肝阳暴躁、烽火上乳之症，本就气血逆乱，你此时给她服用大补的泻参，是嫌太后死得不够快吗？你是哪里的贱民，竟敢顶撞本王妃？林雪儿转过头来，恶狠狠地瞪着我。我没有理她，径直走到皇帝面前，微微俯身。草民鬼医接榜而来，有10成把握能救。皇帝眼中闪过一丝震惊。这半年来，鬼医活死人肉白骨的名号早已传遍天下。他连忙退后一步。鬼医，若能救活母后，朕重重有赏。我不再废话，走到太后榻前，袖口一抖，13枚银针瞬间落入指间。百会、水舟、石穴，我手法快如闪电，任学其准，每一针都带着深厚的内力。最后在太后的人中重重刺下，挤出一滴黑血。不过一炷香的功夫，原本面如金纸、气息全无的太后，竟奇迹般的轻咳了一声，缓缓睁开了眼睛。太后醒了！太后真的醒了！满殿的太医跪在地上，激动的老泪纵横。林雪儿捧着血参僵在原地，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像个跳梁小丑。皇帝龙颜大悦，当即朗声大笑：好一个鬼医，医术通神！朕今日便破例，赐封你为安平郡主，赐郡主府邸，良田千顷。从一介草民一跃成为皇室亲封的郡主，我垂下眼眸，掩去眼底的锋芒。萧寒彻、林雪儿，咱们的账可以慢慢算了。当晚，皇宫设宴，为太后冲喜，也为我这位新晋的安平郡主接风。我换上了内务府送来的郡主朝服，金丝绣成的牡丹在裙摆上摇曳，头戴九迪冠，去掉了面纱，露出了那张绝世容颜。当我踏入大殿的那一刻，原本喧闹的宴席瞬间死寂，所有人都被这惊为天人的美貌镇住了。我端坐在皇帝下手的位置，冷眼扫视着大殿。突然，大殿的门被猛地推开，一阵寒风卷入，一个身穿玄色蟒袍的高大男人大步闯了进来。在看清他容貌的那一瞬间，我端着酒盏的手猛地一颤，险些洒出酒来。那是萧寒彻，可他原本如墨的黑发竟已寸寸成雪，眼睛里此刻布满了血丝，透着一种濒死般的疯狂与死寂。这半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竟把自己折磨成了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疯子模样？林雪儿见他来，满脸堆笑地迎上去，想挽他的胳膊。萧寒彻看都没看他一眼，一脚将他踹开。他的目光最终死死地定格在了我的脸上。他腰间的佩剑掉落在地，那个在战场上杀人不眨眼、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玄甲战神，此刻竟浑身颤抖得连站都站不稳。阿水，他跌跌撞撞地冲破人群，直奔我而来。在满朝文武震惊的目光中，堂堂战神王爷竟扑通一声，直挺挺地跪在了我的案几前。没死，你真的没死，我找了你半年。他红着眼眶，大滴大滴的眼泪砸在金砖上，颤抖着伸出满是伤痕的双手，想要去抓我的裙摆。我把乱葬岗翻了底朝天。阿水，跟我回家，求求你跟我回家。我的心口猛地一刺，曾经的爱意与被刺落胎药的绝望在胸腔里剧烈撕扯。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眼神冷漠。我缓缓抬起手，将裙摆从他手中一点点无情地抽离。战神王爷，莫不是得了失心疯，认错人了？我勾起红唇，声音清冷而高贵，响彻整个大殿。本郡主不叫阿水，本郡主父姓沈，名微雨，乃是当年太傅沈征之女。沈微雨。此言一出，满座哗然。沈家当年可是被判了通敌叛国、满门抄斩的。萧寒彻僵在原地，绝望地看着我，而坐在斜对面的太子握着酒杯的手猛地收紧，神色晦暗不明。宫宴上的气氛因为我的一句沈微雨瞬间降至冰点。沈家当年被判通敌叛国、满门抄斩，如今我不仅活着，还成了皇帝亲封的安平郡主，
这简直是在打皇家的脸。皇帝的脸色变了又变，最终在太后一卷哀家的命是微雨救的，沈家旧案必有隐情的威压下，硬生生咽下了这口气，借口不胜酒力，匆匆离席。宴席草草散场。我披上大氅，刚走出大殿，便被一队全副武装的禁军拦住了去路。太子穿着明黄色的四爪龙袍，从阴影中缓缓踱步而出。安平郡主留步，沈家当年可是诛九族的大罪，来人，把他拿下，押入天牢候审。我看谁敢动！一道玄色身影走到我身前，萧寒彻满头白发，在寒风中狂舞，手中竟提着一把长剑。他竟敢在皇宫内院佩剑！萧寒彻，你疯了不成？你要造反吗？太子吓得倒退2步，厉声呵斥：“造反又如何？”萧寒彻眼神死寂，他缓缓举起长剑，剑尖直指太子的咽喉。沈微雨是本王的命，谁敢动他一根头发，本王就追究其全族罪责。太子殿下若是不信，大可亲身一试，掂量本王佩剑锋芒。太子的脸色瞬间惨白，他太清楚萧寒彻的疯批本性了。这半年来，萧寒彻为了找我，杀红了眼，手里握着大奉国一半的兵权，连皇帝都要忌惮他3分。好，萧寒彻，你给姑等着！太子咬紧牙关，狠狠一拂袖，带着禁军狼狈撤退。宫门外只剩下我和他。萧寒彻转过身，那股遇神杀神的戾气瞬间消散。他看着我，眼眶猩红，高大的身躯竟微微佝偻着。他颤抖着手，想要触碰我的衣角，却又在半空中顿住，生怕惹我厌烦。太子的杀手防不胜防，让我派暗卫保护你，好不好？你住的郡主府太空了，我不放心。我冷冷地看着他，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笑意。王爷真是贵人多忘事。半年前是谁亲口下令要将我这个沈家余孽处置妥当？我一步步逼近他，声音轻柔却字字诛心。是谁让人给我调换安胎汤药，把我丢弃在荒郊野地的？萧寒彻猛地喷出一口鲜血，染红了胸前的玄衣。不是的，他绝望地摇头，眼泪混着嘴角的鲜血砸在地上。阿水，我没有，那是太子的死局，我为了保你的命，只能假装休了你。那碗安胎汤药是林雪儿瞒着我偷偷调换的，我发誓，我若是知晓他敢动我们的孩子，我定不会轻易饶恕他半分。所以呢？我冷漠地打断他。孩子没了，你在哪？我在幽暗囚牢里受尽折磨，你在和林雪儿拜堂成亲。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沈微雨半年前就死，如今站在这里是回来溯源的鬼灵。我毫不留情地转身，踏上郡主府的马车。车帘放下的那一刻，我看到那个不可一世的战神王爷，双膝一软，重重地跪在了冰冷的宫砖上，对着我的马车绝望地哭嚎出声。回到郡主府，我立刻召集了沈家当年幸存的几名暗卫。查的怎么样了？我靠在太师椅上，揉了揉发疼的眉心。暗卫首领单膝跪地，递上一份密折。当年老爷被诬陷通敌，是因查到太子罪证，太子撕开铁矿，勾结敌国卖兵器。老爷本想面呈圣上，却被太子先发制人伪造了信件，导致沈家满门被灭。我死死捏着那份密折，指关节泛白。那份真正的罪证在吗？属下无能。老爷当年似乎预晓到大难临头，提前将罪证藏了起来，但据属下多方打探，线索似乎指向了城外。那是母亲生前最常去礼佛的地方。孤山寺。贝马，今夜我亲自去一趟孤山寺。我眼中闪过一丝凌厉的杀机。太子，你欠沈家的137条人命，该还了。而与此同时，将军府的地牢内正上演着惨绝人寰的一幕。林雪儿被几根粗壮的铁链穿透了琵琶骨，吊在半空中。她身上穿着那件早已腐烂发臭的大红嫁衣，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10根手指的指甲被尽数拔光。这半年来，萧寒彻没有杀她，而是用全天下最残酷的刑罚，日复一日的折磨她，让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王爷，表哥，求求你杀了我吧！林雪儿气若游丝的哀嚎着。萧寒彻坐在太师椅上，手里把玩着那只沾着血迹的小老虎肚兜。杀了你，那岂不是太便宜你？他站起身，从旁边的火盆里抽出一根烧得通红的烙铁，缓缓走到林雪儿面前，说：太子在京城还有多少暗桩？孤山寺那边他究竟埋伏了多少人？林雪儿惊恐地瞪大眼睛，看着那块通红的烙铁越来越近。我全都是。萧寒彻听完林雪儿的供述，扔下烙铁，脸色大变。孤山寺绝杀他目眦欲裂，厉声怒吼：来人，立刻调集玄甲铁骑，随本王踏平孤山寺。阿水若少一根头发，本王让整个京城陪葬。深夜的孤山寺，死寂的连虫鸣都听不见。半空中飘起了凄冷的夹雪秋雨。我带着5名沈家暗卫，借着夜色摸进了大雄宝殿。郡主，当年太傅大人最常在此处的蒲墩上打坐。暗卫首领压低声音，指着佛像前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我快步走过去，蹲下身，指腹在青砖的缝隙间寸寸摸索。突然摸到了一块微微松动的砖石，我拔出匕首，用力一撬，
咔嗒一声，青砖被掀开，里面赫然放着一个用油纸层层包裹的铁盒。打开铁盒，里面装的正是太子撕开铁矿、倒卖兵器给敌国的所有账册，以及他伪造沈家通敌信件的往来密函。我眼眶一热，死死将铁盒抱在怀里。爹娘，沈家137口人的冤屈终于可以吸血了。就在这时，空旷的大殿外突然传来一阵击掌声。安平郡主果然聪慧，姑找了整整3年的东西，竟被你1晚上就找出来了。大殿的门被猛地撞开，狂风裹挟着冰雨灌了进来。太子穿着一身玄铁黑甲，在数百名弓箭手和死士的簇拥下，如同看死人一般看着我。沈微雨，太子冷笑一声，猛地一挥手：“今晚还能活着走出这孤山寺吗？放箭，把他们射成刺猬，保护郡主！”5名暗卫瞬间拔刀，将我死死护在中间。漫天的雨箭如蝗虫般射来，带着刺耳的破空声。我一手护着铁盒，一手捏紧了淬满剧毒的银针。太子一声令下，数百名死士如同潮水般涌入大殿。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单方面屠杀。太子的绝杀阵名不虚传，不过半炷香的功夫，我身边的暗卫便接连倒在血泊中。郡主，快！暗卫首领被一杆长枪贯穿了胸膛，却拼死抱住敌人的双腿，冲我声嘶力竭的怒吼。我双眼猩红，手中的银针飞射而出，毒翻了冲在最前面的几个死士。可敌人太多了，多到杀不完。一把重剑猛地劈飞了我的匕首，震得我虎口碎裂，鲜血直流。2名死士一左一右，将冰冷的刀刃架在了我的脖子上。太子大步走到我面前，一把夺过我怀里的铁盒，仰天狂笑：“沈家余孽，到底还是落在了姑的手里。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他拔出腰间的长剑，对准了我的心口，狠狠刺下。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轰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孤山寺外突然传来一阵地动山摇的马蹄声，宛如天兵降临。全家铁骑在此，谁敢伤王妃一根毫毛，炸无赦！我震惊地睁开眼，是萧寒彻，他满头白发被雨水浇透，贴在冷硬的脸颊上。萧寒彻，你怎么会来？太子吓得连退数步，声音都在发抖。王来送你下地狱！萧寒彻根本不与他废话，身形暴起，长剑化作一道道致命的寒芒。他完全放弃了防御，招招都是同归于尽的杀法。殿外数千玄甲铁骑如同黑色的洪流，瞬间冲垮了太子的死士阵营。惨叫声、兵器碰撞声响彻夜空。太子见大势已去，眼中闪过一丝极其阴毒的光芒。他突然从袖中摸出一把淬了剧毒的袖剑，对准了跌坐在地上。萧寒彻，你不是爱他，就把3枚毒箭成品字形，带着必杀的死气向我射来。我刚经历了一场恶战，此刻浑身脱力，根本避无可避。萧寒彻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狂吼，他距离我足有10步之遥。在这一刻，他竟硬生生用身体撞开了挡在面前的刀山剑海，扑到我的身上。3枚毒箭尽数没入了他的后背。萧寒彻闷哼一声，高大的身躯猛地一僵，一口黑血直接喷在了我的肩膀上。我大脑一片空白，下意识地抱住了他下滑的身体，触手之处全是温热黏腻的鲜血。玄甲军副将目眦欲裂，一刀砍断了太子的双腿，将他死死按在泥水里。大局已定，可我却什么都听不到了。我颤抖着手摸向萧寒彻的后背，那剑上的毒极其霸道。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他背后的伤口已经溃烂发黑，连流出的血都变成了黑色。你为什么要挡过来？我眼泪夺眶而出，手忙脚乱地去摸随身的银针，想要封住他的心脉，可他却一把抓住了我的手，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眼底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只有化不开的贪恋和释然。阿水，别哭。他艰难地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颤抖着抬起手，想要擦去我脸上的泪水，却在半空中无力地垂下。这半年，我每天都在想，如果那天我没有把你赶走，如果我能护好我们的孩子，该有多好。黑血不断从他嘴角涌出，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我欠你一条命，欠孩子一条命，今日我还给你。闭嘴！我不要你还！你不准死！我疯了一样将内力源源不断地输进他的体内，眼泪砸在他的脸上。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紧紧攥住我的衣角，眼神逐渐涣散。别再遇见我，我太混蛋了。话音未落，他双眼缓缓合上，攥着我衣角的手突然松开了。孤山寺的血雨中回荡着我绝望到极致的哭喊。这一刻，我终于明白，那冰封在心底的恨意之下，藏着的是早已深入骨髓的爱。萧寒彻，你醒醒！我不准你死！孤山寺的血雨中，我死死捂住萧寒彻背后不断涌出黑血的伤口，双手抖得不成样子。那毒性太烈，不过眨眼间，他背后的皮肉便已溃烂，连呼吸都变得细若游丝。王妃，求您救玄甲军副将扑通一声跪在泥水里，周围数千铁骑齐刷刷地跪倒了一片，悲声震天。把他抬进大殿！我擦去脸上的血水与眼泪，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大殿内，残破的佛像悲悯地注视着众生。萧寒彻被平放在临时拼凑的木板上，他脸色惨白如纸，唇角溢出的黑血触目惊心。我颤抖着手撕开他的玄衣，看清伤口的那一刻，倒吸了一口凉气，是阎罗散，这是一种见血封喉的西域奇毒，毒气一旦攻心，大罗神仙也难救。全都出去！没有我的命令，我厉声喝退了所有人，大殿的门被重重关上。我深吸一口气，从怀中掏出那套视若珍宝的鬼门13针，要解阎罗散，寻常药石根本无用，唯有施展诡医一脉的禁术，逆血引毒阵，以施针者身后的内力为引，强行将毒血逼出。可我现在怀着7个月的身孕，这大半年来，我为了掩人耳目，一直穿着宽大的罩衫，用白链束着腰，若强行催动内力，极有可能动了胎气，导致一尸两命。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微微隆起的小腹，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萧寒彻冰冷的脸上。爹爹用命护了我们2次，这一次换娘亲来救他。我咬紧牙关，双手齐出，13枚银针如流星赶月般刺入萧寒彻周身大穴。我将丹田内所有的真气毫无保留地顺着银针灌入他的体内。真气逆流的瞬间，我喉头一甜，呕出一口鲜血，小腹传来一阵坠痛，但我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死死咬住嘴唇，继续催动内力。半个时辰，1个时辰，随着最后一滴如墨汁般的毒血从萧寒彻的指尖滴落，他原本青黑的脸色终于恢复了一丝活人的苍白，而我却眼前一黑，直直地瘫倒在他的身侧。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有一只粗糙却温暖的手正在轻轻抚摸着我的脸颊，那声音沙哑的厉害，却透着失而复得的狂喜与小心翼翼。我艰难地睁开眼，对上了萧寒彻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眸。他醒了，虽然虚弱的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但那双眼睛却死死地粘在我身上。我张了张嘴，声音干涩：“我没死，阿水。”他眼眶通红，颤抖着手将我紧紧搂入怀中，眼泪顺着他冷硬的下颌砸在我的颈窝。太好了，你还在，你没有。我靠在他宽阔的胸膛上，听着他强有力的心跳。这半年来所有的委屈、怨恨、绝望，在这一刻彻底土崩瓦解。萧寒彻，你是个混蛋！我揪着他的衣襟，放声大哭。你为什么要赶我走？你知不知道我在水牢里有多害怕？你知不知道林雪儿给我灌落胎药的时候我有多疼？我知道。他死死抱着我，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是我没保护好你，是我该死。阿水，你要杀要剐我都受着，只求你。就在我们抱头痛哭之时，我突然感觉到小腹传来一阵异样的胎动，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下意识地捂住了肚子。刚才强行施针，终究还是动了胎气。萧寒彻脸色骤变，紧张地看着我。你怎么了？哪里？他惊慌失措地想要检查我的身体，手却在触碰到我腹部的那一瞬间猛地僵住了。由于刚才的施救，我腰间的白链早已松脱，宽大的外衫散开，露出了那高高隆起的足有7个月大的孕肚。大殿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萧寒彻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目光死死地盯着我的肚子。就在这时，肚皮上突然鼓起了一个小小的包，那是孩子在踢他。他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连呼吸都停滞了。他缓缓伸出手想要触碰，却又立马缩了回去。是你的骨肉。我看着他傻掉的样子，又哭又笑。我是诡医传人，那碗落胎药我刚喝下去，就用针灸护住了心脉。孩子没死，他一直好好的跟着我。孩子，我们的孩子没死。萧寒彻捂住脸，发出了一声呜咽。他小心翼翼地、无比虔诚地将脸贴在我的肚皮上，感受着里面那个鲜活的小生命。谢谢你。他抬起头看着我说：“这半年的血债，本王要让他们1000倍万倍的血偿。”大殿的门被猛地推开，副将大步流星地走进来，单膝跪地：“启禀王爷王妃，太子已被生擒，其麾下死士全军覆没。我们在孤山寺外还截获了皇帝派来准备将我们一网打尽的5000禁军。”萧寒彻在我的搀扶下缓缓站起身，他随手扯过一件玄色披风，将我严严实实地裹好，随后拔出地上的长剑：“传本王将令，铁骑开道，押解废太子，随本王逼宫。”玄甲铁骑的马蹄声踏破了京城长久以来的死寂，火把将漆黑的夜空映照得亮如白昼。萧寒彻将我护在怀里，披着那件宽大的玄色披风，骑着战马，一路畅通无阻地踏上了金銮殿的汉白玉石阶。大殿之内，满朝文武瑟瑟发抖。皇帝瘫坐在龙椅上，看着被玄甲军拖进来的废太子，面如死灰。你带兵逼宫！皇帝指着殿下的萧寒彻，色厉内荏的怒吼：“臣不敢。”萧寒彻冷笑一声，虽然脸色依旧苍白，但周身那股遇神杀神的威压却让整个大殿的空气都凝固了。臣今日入宫，不为夺位，只为替我死去的玄甲军弟兄，替我受尽委屈的妻子，讨一个公道。我从萧寒彻身后缓缓走出，在满朝文武震惊的目光中，将那个从孤山寺拼死带回来的铁盒重重地砸在了玉阶之下。铁盒碎裂，里面那些太子撕开铁矿、倒卖兵器、伪造信件、诬陷沈家通敌叛国的铁证散落了一地。皇上若是不信，
大可让大理寺卿当场验看这些账册和密我函上的字字铿锵，眼眶通红。我沈家137口人命被太子一己私欲构陷致死。今日我沈微雨站在这里，就是要替我沈家满门忠烈洗刷这泼天的冤屈。大理寺卿颤抖着手捡起地上的信件，只看了2眼，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启禀皇上，这确实是太子的私印。沈太傅当年是被冤枉的。此言一出，满座哗然。皇帝闭上眼睛，颓然地跌坐在龙椅上，仿佛瞬间苍老了10岁。他知道大势已去，萧寒彻手握重兵，铁证如山，若他不给出一个交代，今日这金銮殿必将血流成河。皇帝的声音沙哑而无力。旨意废除太子之位，打入死牢，秋后问斩。沈氏一门忠烈遭人构陷，即日起恢复沈征太傅之职，追封护国公。沈微雨赐婚玄甲战神萧寒彻，钦此。听到那句赐婚，萧寒彻转过头看向我，眉眼间皆是化不开的柔情与笑意。他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一把将我紧紧搂入怀中，颤抖的嘴唇印在我的额头上。阿水，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太子的下场凄惨，而林雪儿的结局更是不如猪狗。萧寒彻没有让他痛快的死，而是命人挑断了他的手筋脚筋，毒哑了他的嗓子，将他扔进了京城最下贱的暗娼馆。听说不到半个月，他便被那些粗暴的嫖客折磨致死，破草席一卷，扔进了他曾经要把我扔去的乱葬岗。这就是他作恶多端的报应。3个月后，初春的暖阳融化了京城的积雪，将军府内张灯结彩，红绸挂满了每一个角落，连树枝上都系着喜庆的红双喜。随着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产房外来回踱步的萧寒彻猛地僵住了身体，他甚至顾不上规矩，直接踹开房门冲了进来。他连看都没看稳婆怀里的孩子一眼，径直扑到床榻前，紧紧握住我满是汗水的手，心疼得红了眼眶。辛苦了，阿水，以后我们再也不生了。我虚弱地看着他，嘴角却忍不住上扬，绝不生了。傻瓜，去看看我们的孩子。稳婆笑得合不拢嘴。恭喜王爷，贺喜王妃，是个白白胖胖的小世子呢。萧寒彻笨拙地接过那个襁褓，看着里面那个眉眼像极了我的小肉团子，堂堂战神王爷竟忍不住落下泪来。满月酒那天也是我们的大婚之日，萧寒彻兑现了他的承诺，他准备了10里红妆，8抬大轿，从城东排到了城西。他穿着一身暗金线绣成的大红喜服，骑着高头大马，在全京城百姓的艳羡与祝福中，将我风风光光地迎娶进了将军府的大门。洞房花烛夜，红烛摇曳，他用那把曾经杀敌无数的秤杆，轻轻挑开了我的红盖头。他看着我，眼底满是化不开的深情与庆幸。他俯下身，将头埋在我的颈窝里。阿水，谢谢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伸出双手环住他宽阔的肩膀，笑着回应了他的吻。萧寒彻，余生漫长，你可要好好还我的债。他哑着嗓子吻住我的唇。好，用我生生世世的命来还。窗外夜风温柔地拂过院子里的桃花，落英缤纷。从替嫁的村姑到名满天下的鬼医，再到如今被他捧在手心里的王妃，我这一生历经生死，终是等到了我的苦尽甘来。京城的百姓都知道，自从玄甲战神萧寒彻娶了那位曾经的替嫁村姑，如今的安平郡主沈微雨后，就彻底变成了一个毫无底线的宠妻狂魔。但只有将军府的下人们知道，这位威风凛凛的王爷最近正面临着人生中最大的危机——争宠。刚满3岁的小世子萧念迈着小短腿扑进了我的怀里，他生得粉雕玉琢，一双桃花眼像极了萧寒彻，但那股子机灵劲儿却随了我。阿念乖，是不是又跑去祸害你爹爹的兵器谱了？我笑着将他抱起来，在他白嫩的脸颊上亲了一口。阿念搂着我的脖子，重重的回亲了一下，奶声奶气的告状：爹爹坏，爹爹不让阿念和娘亲睡。爹爹说阿念是男子汉，要自己睡冷被窝。话音刚落，门外就传来了一声冷哼。萧寒彻穿着一身长服，黑着脸大步走进来，他一把捏住阿念后脖梗的衣领，教你的规矩，将他从我怀里拎了出来。男女授受不亲，就算是你娘亲，你也不准随便亲。萧寒彻酸溜溜地瞪着自己的亲儿子，阿念在半空中扑腾着小短腿，委屈的嘴巴一瘪。娘亲，爹爹欺负人！我一把将儿子抢回来护在身后，没好气地瞪着他。萧寒彻，阿念才3岁，你跟他吃什么飞醋？你再敢凶他，今晚你就自己去书房睡冷被窝。此言一出，堂堂战神王爷的气焰瞬间熄灭。他委屈巴巴地凑过来，高大的身躯硬是挤到我和阿念中间，从背后环住我的腰，把头埋在我的颈窝里蹭了蹭。阿水，你变了，你以前只疼我一个人的，这臭小子一出生
你就再也没给我做过桂花糕了。看着在战场上杀人不眨眼的男人，此刻像只大型犬一样撒娇，我简直哭笑不得。行了行了，怕了你们爷儿俩了。我无奈地拍了拍他的手背。今晚给你们做桂花糕，1人1盘，谁也不准抢。娘亲万岁！阿念欢呼，萧寒彻则趁机偏过头，在我的唇上偷了个香，眼底满是得逞的笑意。多谢夫人赏赐。看着这闹腾又温馨的一大一小，我靠在萧寒彻宽阔的胸膛上，只觉得岁月静好，人间值得。